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由连田实医生所著的《连田氏长寿饮食法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连田氏长寿饮食法的核心；第二，连田氏长寿饮食法的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连田氏长寿饮食法的核心。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日本长野县居民的健康水平。在50年前，作者初到长野县时，这个地方的中风发病率位居全国的前列，居民的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。然而，通过着重改善饮食等生活习惯，长野县居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。到了2010年，长野县的男女平均寿命都跃居日本全国的首位，现如今仍被誉为长寿之县。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，就是每月为县民举办轻松长寿健康实践讲座。在讲座中，提出了众多有助于健康长寿的生活习惯，但最核心的部分是饮食方面的指导。作者推广的饮食法简单易行，大家即便在家中也能够轻松实践。这套饮食法的核心正是本书的主题：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大脑、肠道，也就是保持这5大身体系统的健康。它们构成了维持身体健康、老年依然活力四射的关键要素。接下来，我将依次介绍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并付诸于实践。1、肌肉。在40岁以后，人体的肌肉量每年都会以大约1%的速度减少，这会引发令人担忧的衰弱综合症。这种状态是指由于肌肉减少导致身心功能衰退的虚弱现象。根据数据显示，65岁以上的人群中，有8.7%的人患有衰弱综合症，而40.8%的人则处于前衰弱的状态，说明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。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最关键的是要积极摄取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基础，这也是连田氏饮食法的核心原则之一。作者称，尤其是早餐的蛋白质更容易转化为肌肉，选择肉类、鱼类、鸡蛋等常见食材即可。每天按照体重乘以 1.2 克来摄取蛋白质是理想的摄入量。3餐要保持均衡摄取。此外，适时在2餐之间补充蛋白质也是重要的一环。可以常备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零食，如奶酪、酸奶或煮鸡蛋。日常的持续蛋白质摄入将有助于构建优质肌肉。2、骨骼。目前，日本全国约有1280万的人患有骨质疏松症，特别是在更年期后的女性中，这种情况更为普遍。数据显示，60多岁女性中每5人就有1人，70多岁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患有骨质疏松症，严重时甚至会因为打喷嚏而导致骨折。可见，骨密度下降的问题不容小觑。当提到补钙时，许多人首先会想到海鲜和乳制品，但其实大豆制品和蔬菜中也富含钙，可以从多种食材中均衡摄取钙质。此外，由于钙质会通过尿液和粪便逐渐被排出体外，因此我们必须定期摄取。例如，食用整条鳕鱼等小鱼干是高效摄取钙质的好方法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磷的摄入，经常食用方便食品或零食的人可能会摄入过量的磷。尽管磷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，但过量摄入会与钙结合并排出体外。为了保持骨骼的健康，应控制磷的过度摄取。3、血管。俗话说，人老先从血管老，保持血管的年轻是长寿的关键之一。在饮食中，首先要注意的是控制盐分的摄入，过量的盐分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加速血管的老化，影响健康。此外，多摄取蔬菜和海藻也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像菠菜、小松菜和海藻类中都富含钾，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，帮助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。生姜和香料类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也非常值得利用，它们独特的香味和辛辣感能够起到减盐的效果，特别推荐给有高血压的人群。4、大脑。认知症并不是突然发作的疾病，
而是与糖尿病类似的一种生活习惯病。通过改变生活习惯，是完全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的。而饮食正是预防的核心。富含 DHA 的鱼类，还有 Omega-3脂肪酸的坚果、紫苏油和亚麻仁油，以及具有强抗氧化效果的芝麻，都是让大脑保持健康的食物。我们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这些食材。蔬菜和水果中的多酚也能有效防止大脑的氧化。作者建议每天摄入350克的蔬菜。如果觉得麻烦，蔬菜汁也是一个便捷的选择。通过碳水化合物最后吃这种顺序来安排进餐，不仅能让血糖水平平稳的上升，还有助于预防大脑的慢性炎症。通过改善日常饮食，可以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生活，远离认知症。5. 肠道。研究表明，肠道中约有1亿个神经细胞，它们通过自主神经系统与大脑相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压力下会感到肚子不适，或者肠道健康状况不佳时会感到抑郁。因此，调理肠道健康对大脑的健康也至关重要。当肠道内的有害细菌增多时，会引发炎症，导致睡眠障碍、认知功能下降，甚至可能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。可以说，肠道是长寿的关键。为了调理肠道环境，需要摄取大量的食物纤维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每天摄取350克的蔬菜。此外，还要有意识地摄入发酵食品，如纳豆、味噌、酸奶等。发酵食品能有效改善肠道环境，特别是不同产地的发酵食品，其不同种类的菌群在肠道中能发挥作用，增加有益菌的数量。作者会定期订购地方特产的纳豆，并尝试不同品牌的酸奶。为了更好地改善肠道环境，保持规律的饮食时间也很重要。例如，在沐浴晨光时享用早餐，可以帮助重置体内的时钟，促进肠道活跃运作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连田氏长寿饮食法的秘诀。秘诀1：连田氏胃噌球。由于人体每次能吸收的蛋白质有限，即便摄入过多的蛋白质，也会被排出体外。因此，作者称，关键在于3餐中合理均衡地摄取蛋白质，特别是早餐的蛋白质摄取尤为重要。针对老年女性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早餐摄入更多蛋白质的人，骨骼肌质量和握力都优于那些晚餐摄取较多蛋白质的人。在早餐中，最理想的蛋白质补充来源就是味噌汤。通过使用接下来要介绍的连田氏味噌球，可以有效地帮助提升肌肉的力量。连田氏味噌球的制作方法：味噌1大勺16克，碱盐颗粒高汤1小勺2.4克。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食材，将其与味噌一同包裹后冷冻保存，以方便取用。可以加入青鱼罐头、奶酪、大豆等食材，每餐就可以摄取到10到15克的蛋白质。此外，还可以加入秋葵、菠菜等冷冻或干燥的蔬菜，制作成营养丰富的味噌球。每天早晨只需倒入热水，即可快速完成一碗味噌汤，既适合忙碌的早晨，也能高效补充蛋白质，帮助预防肌肉的流失。秘诀2：豪华味噌汤。为了预防中风、动脉硬化和心肌梗塞，减少盐分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。只需在烹饪中加入酸味，便能轻松减少盐分摄取，同时使味道更加清爽，从而提升食欲。作者常用2:1的比例将酱油和醋混合制作成自制的减盐酱油。此外，作者推荐制作蔬菜丰富的豪华味噌汤，可以加入胡萝卜、秋葵、卷心菜、香菇、南瓜、红薯、鸡蛋等食材。蔬菜中富含的钾有助于排出体内的钠。特别推荐的食材是培根，培根能为味噌汤增添独特的风味。豪华味噌汤不仅能为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大脑和肠道5个重要系统带来好处。培根和鸡蛋有助于肌肉的生长，味噌中的发酵大豆对肠道有益，还能帮助强化骨骼。丰富的蔬菜可以增强血管，抗氧化成分则能延缓大脑衰老，
提升整体的健康水平。秘诀3：四群2群法则。对于75岁以上的男性来说，推荐每日摄入720毫克钙，女性则为620毫克。然而，许多人每天的钙摄入量往往低于150到200毫克。如果缺乏钙，身体会从骨骼中释放一部分钙进入血液，导致骨骼的脆弱，甚至可能因为轻微的动作如打喷嚏而骨折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每天额外摄入200毫克的钙。富含钙的食物包括乳制品、大豆及其制品、蔬菜、海鲜和海藻等。建议每日饮食中至少选择这4个食材群中的2个。作者称之为4群2群法则，选择自己容易获取的食材，并将其常备在家中，是实施这一法则的关键。通过日常饮食来随时补充钙质。秘诀4：蔬菜汁和迷你番茄。作者建议，如果每天想要摄入350克蔬菜，可以将其分散到3餐中，每餐大约需要吃双手捧起的生蔬菜量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需要一些巧妙的方法，可以选择豪华味噌汤，或者每天早晨喝的蔬菜汁。以胡萝卜、小松菜、卷心菜和番茄等易于获得的蔬菜为例，将约200克的蔬菜切好，与牛奶一起放入搅拌机中搅拌均匀。为了控制糖分，建议不加入水果，使用整片的叶子和皮，确保富含食物纤维。喝下这杯蔬菜之后，便可轻松获得每日所需的60%至70%的蔬菜摄入量。如果觉得摄入量仍然不足，建议每餐加2个迷你番茄，每个迷你番茄大约重10克，作为餐点的配菜即可有效补充蔬菜的摄入。请大家不需要忍耐，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稍加用心。这就是连田氏长寿饮食法的精髓。让我们在本书介绍的饮食法的帮助下，增强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大脑和肠道的健康，以确保在90岁以上也能活力十足的行走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